别出去！楼道里有杀人狂！501业主突然在群里发了条消息，群里一下炸了锅，而我也确实听到楼道内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。不是你大晚上的这么吓人好吗？撤回吧！业主群里不要说这种话。其他人纷纷在群里数落着501的业主，而501业主在发完那条有杀人狂的消息后，再没有多说一句。在这期间，楼道里的动静也消停了下来，众人再次抱怨了几句，完全没当回事儿。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我又躺下准备继续睡觉，可没一会儿，外头再次响起很激烈的声音，动静很大，还伴随着一阵尖叫。这正是从我楼上传来的。我有些不爽地打字，怎么又吵起来了？楼上403干嘛呢？403是对夫妻，平时就吵得厉害。我正好住在他们家楼下，找了他们几次，甚至报过警，他们才消停一点。可没想到现在又开始了，能不能消停点？大半夜的要死人啊！404我见过一次，5大3粗，常年就是黑背心，戴个大金链子，经常在群里开黄腔，人品差，素质还低。他似乎也被吵得受不了，一时脾气上来，妈的，没完了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，我住你隔壁，我这就过去。对。大哥，你去教训一下他，大晚上的吵什么呢？但402却赶紧劝说，千万别冲动，他可能没看手机，你好好跟他沟通一下，抽他2嘴巴子，他就长记性了。404说完这话，快被大家忘记的501再次开口了：别出去，别出去，楼道里有杀人狂，他会杀了你的。501在群里疯狂的挨404业主，我们这儿是回迁房，一共也没住几户人家，但隔音巨差，楼道里有点什么动静，隔着楼层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在501再一次发出警告后，群里有不少人都出来埋怨他，你能不能适可而止，一直说好玩吗？群主把他踢出去吧。隔了一会儿，501发了个表情，不信算了。说真的，我莫名觉得501不像是开玩笑，他平时是个少言寡语的人，我见过他几次，40来岁，总是戴着一副眼镜，看着很正经一人，这样的人应该不会无缘无故的开这种耸人的玩笑吧？可要说他是认真的，我又觉得有点匪夷所思。杀人狂，太荒谬了吧？跟我一样感觉不对劲的还有302的小杨姐，404大哥，要不你先别出去了，听听501怎么说。404没有说话。大哥，你还在吗？我感觉不太对，在群里拍了拍404，还是没有回应。手机嗡的响了一声，低头一看，是小杨姐私聊了我。小爱，我觉着不对，你刚听到了吧？之前我跟小杨姐一起薅过团购的羊毛，互相比较熟络，平时没事也会聊两句。听到什么？楼上的声音吗？对，刚404出去了，很用力地摔上了门，可怎么没后续了？他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，的确，我刚刚明明听到楼上砰的一声，应该是404摔门而出，很快就归于平静了，再没有任何的声音传来。小杨姐继续发来消息，404那个大哥就住403隔壁，他要找403麻烦，几步就走到门口了，可他连403的门都没敲，就没动静了。我皱了皱眉，我们这儿隔音这么差，要是404敲门的话，我肯定能听到，是不是403的门本来就开着，所以404没敲门？那也应该有说话的声音吧？我们这栋楼上咳嗽一声，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404去找403理论，怎么会没有声音？在我印象里，404是个盲流，而且从群里的消息来看，他忍403也不是1天2天了。可我不愿过多往坏处想，试图找个理由，是不是他觉得不太合适，也不想发生争执。冷静了一下，又回去了。也有可能是看到了501说外面有什么杀人狂，所以打消念头了。就算这样，那404半路折回去，也得有开门的声音吧？小杨姐的话让我再次拧起眉头。是啊，应该有开门声音的，不然怎么进屋？不能真有杀人狂吧？404刚出门就被杀了，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他。小杨姐突然激动起来，或者403就是杀人狂，404刚走到403门口就被他一刀捅死了，也有可能是杀人狂先杀了403，藏在他的家里，404正好找上门，没这么恐怖吧？要不先报警，要不我让我老公出去看看。我俩几乎同时发出一条消息，刚要劝小杨姐不要冲动，可没想到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一下子心凉到了冰点。别出去，楼道里有杀人狂，他会杀了你的。501在群里疯狂挨404业主，紧接着楼上砰的一声，应该是404摔门而出了，但已经过了好一会儿了，依然没有听到任何动静。群里有不少人都在问他什么情况，404你还在吗？说句话呀，别吓我，不是真有杀人狂吧？402，你能不能过去看看？你怎么不去？你离403近啊，去看看怎么了？那么多离得近的，401还离得近呢，你怎么不让他去？再说了，楼上楼下有多远？你上来看个也行吗？我真无语，你一个大男人不出去看，让我一个小姑娘去？眼看要吵起来，301突然站了出来，别纠结这个了，你们谁有404电话，给他打一个。群里沉默了半晌，我有，我打一个吧。所有人都静静地等着503打电话，可下一刻，一阵悠扬干涩的电话铃声竟在我这一层响起，而且就在我的门外。
我怎么听到楼道外面有手机响呢？你们听到了吗？302-303，我紧张地看着门口的方向，好像是从303你那个方向传来的。这个时候，301突然在群里单独艾特了我，我看到了，404就在你门口，我从猫眼里看到他就站在你的门口，你千万别出去。我立刻从椅子上弹起，悄悄打开了卧室门，望向了漆黑的大门口。外面的手机铃声很快停了，503也在群里发了条消息，404没接电话，怎么回事啊？3楼楼道里有人站着，到底是谁呀？我一个人在家，我真的怕。为什么没人报警？我报了，警察让我们待在家里，他们马上派人过来，大概40分钟。少言寡语的501冷不丁冲着202来了一句@202，快了，快轮到你了。你别吓我，轮到我什么？501又不说话了。501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你说啊。501仍旧沉默。我吓了一个激灵，有人在外面摁我的门铃。小杨姐消息再次发来，是不是杀人犯在摁你的门铃？别出去，千万别出去，他一定是杀了403，现在又要杀你。我没时间细想，因为门铃声越来越急促，甚至伴随着用力的敲门声，群里已经慌成了一片，砰砰砰的砸门声，楼上楼下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301在群里一直问，门外的是404吗？404，你说话，到底是谁在3楼？说呀，谁在外面？小杨姐在群里警告大家，别出去，都别出去。501说的没错，外面可能真的有杀人狂。我跑回房间，拿了把水果刀，小心地走向了大门口。敲门声这时也停了，我硬着头皮从猫眼往外看去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只有一片黑色，根本没有人。我拿起手机给301的私发了一条消息，外面怎么没人？不可能，你没看到吗？他就站在你门口，他在看你，他在看着你。我一下子心凉到了冰点，我知道为什么从猫眼看出去是漆黑一片了，因为此刻有人正贴在门上，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我看到的是他的眼睛，猫眼是单向的，可我总觉得他能看到我。意识到这点，我立马找了张纸，把猫眼给糊了起来。一想到他在门外，我的心里涌起极度的不安。群里的消息一蹦一蹦的，你们说话呀，你们怎么不说话？我怕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。501，你到底看到什么了？你说出来，大家都是邻居，你别害我们。404，你还在不在？说句话呀你，大家都等着呢。就在所有人都焦急万分的时候，404终于说话了。不好意思，刚才403喝多了，所以有点吵。我跟他沟通了一下，他睡下了，没什么杀人狂，外面很安全，让大家担心了，抱歉，现在才看到消息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大家睡吧，晚安。他说完，我紧绷的神经稍稍松了一些，没事就好。许是因为这出闹剧实在是有点吓人，群里好多人都没有再搭腔，连一直说有杀人狂的501都没人再指责了。我望着被报纸糊起来的猫眼，403喝多了，404也没事，那301呢？他为什么要说有杀人狂？我门口站着的又是谁？难道是301恶作剧？我打开对话框，有些生气的给301发消息，下次别玩这种恶作剧了，我差点让你吓死，一点都不好笑。301很快回复，我没有恶作剧，你相信我。与此同时，一条小杨姐的消息也发了过来，小爱，我感觉404的可能已经死了，拿他手机发消息的人不是404，是那个杀人狂。我感觉404的可能已经死了，拿他手机发消息的是那个杀人狂。看到小杨姐发来的消息，我顿时汗毛都立了起来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404那男的从来都是个火爆脾气，满口都是脏话连篇。你什么时候见他说过不好意思这种客气的话？可301也私聊我了，他说在我门口看到的就是404。而后我费力地捋着中间的逻辑，门口的人到底是谁？这唯一的目击者可能也就只有对门的301了。我反手拉了个3人群聊，率先@301，我门口站着的人，你确定看清楚了？小杨姐也应和了一句，真的是404吗？我看错了，那不是404，只是体型有些像。他现在还在你门口，真的。看着手机里的消息，我鬼使神差地打开了封猫眼的纸，顺着猫眼再度朝外看去，一个跟404身形差不多的男人直挺挺地站在我的门口。他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，嘴角弯成了一个诡异的弧度，他的眼睛几乎没有焦点，但我却能清晰地感觉到他正在看着我。小杨姐在群里又发了消息过来，怎么样了？你们都怎么样了？都没事吧？我正准备回复，301的消息也发了出来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你看清他的脸了吗？不太清楚，但好像有点熟悉。我感觉也是。我再次看向了门眼，确实，外面已经没有了男人的身影。我让我老公拿着菜刀出去看一下。话音刚落，我就听到门口传来一阵开门的声音。小杨姐家已经打开门了。不是吧？虽然她老公看着也比较壮，但外面如果真的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呢？他们怎么胆子这么大？
没等我细想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闷哼声，伴随着一阵重物落地。301消息随即发了过来：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小杨姐，你们还好吗？我也紧张不已，透过猫眼看去，却什么都看不到。过了好久，小杨姐才回消息：外面安全了，你们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。为什么？我握着手机，心里突然的咯噔一下，再次顺着猫眼向外看去，走廊外依旧空空荡荡的，可我瞄到一道细细的光线透亮在地上，是从小杨姐的门里透出来的光。看来她家的门是开着的，可除了这道光线，还有血字。走廊上印出了一丝血字。我赶忙想在群里发消息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门外又是一道开门声，似乎是301把门打开了，外面又是一阵寂静。你们都还好吗？没事啊，你出来吧，我们一起有个照应。两人的话前后在群里发了出来，可我颤抖着捏紧了手机，强烈的预感告诉我，绝对不能出门。我皱着眉头，顺着猫眼再次往外看了看，依旧安静的可怕。也就在这时，之前说已经报警的503突然找我，你还是303吗？我愣了片刻，突然意识到他可能也跟我一样，开始怀疑杀人狂就藏在了我们几个业主中间。或许现在杀人狂已经杀了不知道哪个业主，此刻正躲在屏幕后面，时刻关注着群里的动态，只要有人说话，就会被他盯上，然后被他杀死。比如404，比如我这一层的301、302都可能已经遭了他的毒手。我立马发了条语音过去，我是303，你要相信我。503这才消除顾虑，我现在有点慌，我刚才报警，他们可能还得有半个小时才能到，所以我想着联系一下你们几个业主，确定一下你们是不是还是本人。那你联系过501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加上他，我在群里艾特一下。501在我印象里是一个有些消瘦的中年人，不喜欢说话，他还有一个儿子，智力有些不太正常。我一直觉得501不正常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杀人狂，501是在骗我们。他知道我报警后就不说话了，他怕警察真的来了追究他。我即将再次陷入混乱中时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我坚定地告诉他，不可能，一定有杀人狂，有人被杀了。503没回应我，我再次道，外面就在3楼的楼道，有很多血渍，很多。没过一会儿，503才慢吞吞地回复，你怎么知道外面是血？楼道灯那么暗，有没有可能是你看错了？我愣了一下，顺着猫眼往外看去，这是血吗？我正想打字，503发了条信息，要不你出去看看，到底是不是血？如果是血，你一开门就能闻到，把门开一条缝就行。他一连发了好几条消息，更是让我不寒而栗。此时小群里的声音也开始不断响起，你怎么还不出来？快出来呀！我的大脑一片混乱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301、302、503，不是叫我过去，就是叫我开门出去看看，他们都在引导着我出门。外面到底怎么了？到底谁才是杀人狂？别出去，门外有杀人狂。我想起这一切诡异事情的发生，都是因为501在业主群内发的一句话。501，他是不是肯定知道些什么？我给501接连发过去2条消息，你肯定知道什么，对不对？这些事是不是跟你有关？等待的过程漫长且煎熬，我猜测501一直都在注意着群里的动向。我等不及了，再次发了消息过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多久，501轻飘飘地发过来一张照片，我急忙将其打开，可映入眼中的景象让我的脑子几乎都要炸开。昏暗的灯光下，在陈旧的椅子上，仰面朝上坐着一个人，这个消瘦佝偻的人正是501。501竟然死了，那发消息的又是谁？不要待在家里，你快跑，再不走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501给我发的消息又是让我出去，我大脑几乎崩溃。501是不是也在骗我？我现在完全不敢相信任何人，甚至不确定到底有没有人报警。我自己打了一遍报警电话，警局的电话很快接通。我将这里的事情跟警官说了以后，接线员说他们在15分钟前就接到了一个年轻女孩的报警电话，已经出警了。女孩？我们这楼里一共没几个女生，小杨姐和我楼上的403的妻子声音听起来也不是很年轻，那就是202了。我突然想到之前501发了消息说下一个就轮到202，那他现在是不是也可能遇到了危险？我刚拿起手机想提醒一下202不要信任何人，楼栋群里突然有消息弹了出来，又是一张照片，依旧是昏暗的灯光，202的女孩子躺在椅子上，而她的身上也沾满了血迹，她也死了。杀人狂杀死了她，用她的手机拍了照片，然后发到了群里。群中已经没人说话了，不知道是害怕了还是已经没有活人了。想到这，我咽了口水，如果是没有活人了，那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一直没有出门的我了。我知道待在屋里只能保证暂时的安全，我们这栋楼的门并不牢固，如果杀人狂想要破门的话也不是那么麻烦，不知道能不能撑到警察的到来。我也没想多久，因为外面突然响起了脚步声，在我的门口戛然而止。也就在这时，我的门把手诡异地转动了一下，门把手疯狂地扭动，有人要进来。
随即手机里不断有消息弹了出来，现在就只剩下你了，快出来啊！开门，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等会儿再出去，再等一会儿，找准机会，一定要逃，不然他会杀了你。哪怕我此刻害怕到了极致，但还是忍不住内心吐槽了一句：他妈的，到底有几个杀人狂？短暂的沉寂过后，一声爆响，本来就不结实的防盗门被砸的木屑都掉了下来。防盗门被狠狠地劈开了一道口子，一把斧头卡在门里，斧头晃动了几下，外面的人把斧头抽了出去，一双血红骇人的眼睛贴在破开的门洞上。我看到你了。我几乎是瞬间抓紧了手里的刀，疯狂地向着他狠狠地刺了过去，刀卡在了门上，眼看他又要举起斧子，突然外面响起了一声尖锐的叫声，随后就是往楼上逃跑的声音，眼前的人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我赶紧打开门跑了出去。3楼全是血迹，门口是301和小杨姐家2口子的尸体。刚跑到2楼，202家门也大敞着，门口也全是血。我不敢再多看，一直往楼下冲刺着。死了，都死了！我手脚发颤，后面的脚步声告诉我必须要赶紧跑。他已经反应过来了，近了，离门口还有一点距离。突然，一只手死死拽住了我的头发，将我狠狠撞向了墙上。我眼前一阵发黑，我看着他高高举起了斧头，还是逃不掉吗？一道瘦小的人影撞开了他，和他扭打在了一起。我浑身都疼，看到自己浑身都是血，才意识到原来刚刚自己被抓到的时候已经被砍了一刀。我的眼前阵阵发晕，最终昏了过去。3天后，我睁开眼就躺在医院里。我见到了陈警官，这才了解到了前因后果。我们那栋楼只剩下我一个幸存者了。事情最开始是501智力缺陷的儿子偷偷拿了他爸的手机发了一条恶作剧的消息，只不过他没想到我们这栋楼真的藏了一个杀人犯，那人正是503。他看到501的消息后，以为他自己杀人犯的身份藏不住了，于是先下了手，趁着501刚开门的瞬间就先把他杀了。501的儿子拿着手机吓得躲了起来，才幸免于难。后来503以各种理由让各家住户的人出门，再悄无声息地干掉了。最后出现在楼道的救我的那个黑影，正是501家的儿子。在警方赶来后击毙了杀人犯，而501家的儿子也因为伤势过重没救回来。你在医院经历过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？1年前妈妈因病住院，我作为陪护也守在医院里。入夜，我想着帮妈妈打完水就准备回家，便提着热水壶走出了病房。走廊里格外安静，只有我一个人。一股阴风刮了进来，让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。我紧张的喉咙发紧，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。水房里只有一个人在打水，哗哗的水流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有些突兀。我站在他的旁边，刚想拧开了水龙头，不经意的斜眼时，却发现那人的水壶已经满了，水溢了出来，躺在他的手背上，手背一片红肿。这可是开水，他难道不疼吗？水满了。我提醒了一句，赶紧帮他关好水龙头。哗哗的流水声戛然而止，女人猛地抬起头看着我，她的眼睛很瘆人，眼仁很小，几乎都是眼白。我害怕的咽了咽口水，小声的解释：你的水壶满了，水把你的手烫红了。女人机械地将手举起来，放在眼前瞧了瞧，然后又放下，接着提起水壶缓缓离开。自始至终她没有发出一丝声音，更没向我道谢。还真是个怪人。我打好水走出水房时，才发现走廊的灯突然莫名的闪着，甚至还有滋滋的火花声。一个行动病床迎面推了过来，床上盖着一块白布，下面躺着一个人。行走带来的风将白布翘起了一个边，我看到了床上那人黝黑的头发，真的是世事无常。我不禁叹了一口气，出于对死者的尊重，我赶紧避让。突然有人从身后猛地推了我一下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扑向了床上。好在我用力扶住了床沿，这才避免了尴尬。对不起，真的很抱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刚才有人推了我一下。我不停地和对方道歉，推床的2个人并没有吭声，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他们的眼神透着古怪。我心里有些恼火，但又有些害怕，于是我直接转过头去找推我的人，可是身后空无一人，静，死一般的静。我不禁四下张望，诡异的是走廊2侧病房都房门紧闭，乌漆麻黑，一种深深的恐惧感袭上心头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有意冒犯，请您原谅。我转过身，低着头不停地道歉。然而许久没人回答，我悄悄地抬起头，瞬间吓得脸色惨白，拔腿就跑。因为移动病床和那2个不3个人不知何时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全程没有一丝声音，头上的灯依旧忽明忽暗地闪烁着，发出滋滋声。我一路狂奔到满头大汗，依旧没能跑到妈妈的病房门口。妈妈的病房离水房并不远，但我怎么走这么久还没有到？
我害怕的赶紧拿出手机，颤抖着拨打了妈妈的号码，可电话那头迟迟没有接听。我捂住了胸口，眼泪不停地在眼眶打转，再次环顾四周，这里是9楼没错，也是我熟悉的病房号。我愣愣地站在了走廊，仿佛整个楼层只有我一个人，强迫着自己冷静下来。一切的不对劲都从我碰上那个女人开始的。既然前进没办法找到出口，那我就退回水房，看看那里是否能找到原因。于是我转身往水房的方向走去，结果我发现我连水房都找不到了。正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，我惊喜地发现前方有一个病房的灯竟然是亮着的，而这个病房的门也开了一条缝。一阵冷风吹了过来，夹杂着一丝呜咽的声音。我的身体反应比脑子更快，直接开门就走了进去。进去后，我才发现病房内只有一张病床，上面躺着一个人。不好意思，无意打扰，我找不到病房了。我冲着床上的人解释，然而门却吱呀一声关上了。我吓得险些叫出声，转过身用力去推房门，却怎么也打不开。今晚也太邪门了，我不会死在这里吧？就在我恍惚间，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僵硬地朝身后看去，身后站着的竟然是水房里的那个女人，她依旧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我不自觉地尖叫起来，赶忙退后一步。你不该来这里。一句话轻飘飘地传来，我的眼睛紧闭不敢睁开，只感觉一只手推了我一把。再睁开眼，我竟身在水房，水龙头哗哗地往水壶里注水。怎么回事？还没从害怕的情绪中走出，提着水壶走了出去。走廊上的灯安静地亮着，没有闪烁，也没有滋滋声。不远处的护士站里，护士们井然有序地忙碌着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难道刚才发生的事情是我臆想出来的？就在这时，我发现不远处2个人推着一个病床走过来，床上躺着一个人，从头到脚盖着白布。一阵阴风刮过，白布被掀了起来。这一次我不仅看到了对方的黑发，还看清了他的脸，她就是水房里的那个女人。我的汗毛全部炸了开来，快步往前走去。好在这次没出什么意外，我顺利走回了妈妈的病房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给你打电话也没信号。妈妈看了看手机，我去了多久？都快1个小时了，你不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吧？我不想让妈妈担心，没有说出刚才的经历，只是说遇到一个熟人多聊了几句。赶紧回去吧，明天还得上班。我放下了水瓶，和妈妈道了晚安，就走出了病房。之后的我再也没遇到过这种事，但是至今想起依旧心有余悸。我正被困在地铁里，眼睁睁看着肮脏的雨水从舱门渗进来，耳边充斥着绝望的尖叫声，水势蔓延的比想象中要快，而我眼中满是惊恐。公司小群里又活跃了起来。哎，你们听说今天会有大雨吗？啊，真的吗？我没带伞。SB 老板晚上不会又要我们临时开会吧？好想早点回家。加一，同事们纷纷应和。我抬头看了看外面阴沉沉的天气，总觉得心里有一丝沉甸甸的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窗外突然下起了暴雨。这雨应该不会下很久吧？暴雨吗？应该很快就停了也好，至少不会那么热了。群里又开始一阵吐槽，由于台风天气，今日批准提前下班，请各位同仁注意出行安全。是行政发来的信息，他居然还贴心的艾特了所有人，我们全都喜出望外。办公室里传来一阵欢呼，然而事情比预想的复杂。我和同事从办公室出来时，才知道电梯已经停运了，于是我们只能走步梯下楼。当我们来到门口时，才发现门外的积水已经到膝盖了。怎么办？我们硬着头皮过去吧。身旁的男同事说着，便一脚踏了进去。我望着眼前的积水，将一只脚踏了进去。一阵冰凉的触感袭来，我皱了皱眉，还是把脚缩了回来。因为我今天穿的是短裤，浑浊的积水不免让我有些害怕。最终我放弃了，选择暂时留在大楼里，静观其变，在心里默默祈祷着这场暴雨快点过去。然而我独自等待了1个多小时，也没能如愿，暴雨仍在继续。我回头看了看漆黑的大楼，整栋大楼现在已经断电了，要我一个人在大楼里面待着，想想都害怕。于是我别无选择，只能硬着头皮一脚踏进了淹没小腿的雨水中，艰难地往地铁站走着。我小心翼翼的，生怕一脚踩空，直到看到了地铁站的指示灯，这才终于松了口气。因为地铁站还在正常运行，就在地铁进站的那一刻，我把它当做了希望的列车。随着地铁门关闭，我的心也跟着放松下来。车内的人并不多，大家都浑身湿漉漉的，拿着雨伞，低头还在刷着手机。我随即找到角落的位置坐了下来。然而就在前往下一站的途中，地铁忽然间停了下来，不久车厢里便响起了广播：尊敬的乘客，车体出现轻微故障，正在排查，请各位乘客不要惊慌。但没过多久，我听到一声惊呼：我操，车厢里怎么进水了？顺着声音来源看去，我就看到有细小的水流正通过地铁渗进车厢。还好水量不太大，但我的心里依然很慌。怎么办？
我看着大家慌张的神色，默契地远离了车厢口，眼睛却死死盯着渗水的车厢。没过不久，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便从外部打开车门，开始进行疏散工作。此时水已经没到了大腿根，我跟随着人流有序撤离，周围漆黑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我满心以为只要跟着工作人员就能找到出路，可下一瞬间，巨大的共振声从前方传来，刚走没多远，我们却被告知需要原路返回，前面通道的水已经都淹了过来。没办法，哪怕现在大家都挺绝望，但我们也只能返回车厢。可是现在车厢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。等我们全员上车后，车厢积水已经到腰部了。不仅如此，水势的蔓延还在继续，越来越多的雨水渗进车厢，小孩子早已被自己的家长抱了起来。我听到车厢里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哭声，我们都已经站在了椅子上，可却没什么作用。我面色发白，止不住的颤抖，从没想过自己会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。再这样下去，所有人都会溺水的。突然，不远处传来一声惊呼：“啊，有人晕倒了！”我正被困在地铁里，眼睁睁看着肮脏的雨水从舱门渗进来，耳边充斥着绝望的尖叫声，水势蔓延的比想象中还要快。有人晕倒了！顺着声音看去，一个瘦小的女孩正艰难地拽着身旁的老人，尽她所能地把老人的口鼻露出水面。旁边人见状，赶忙也游了过去。水依旧在蔓延，当水漫到胸口时，大家都开始慌了。此刻我终于意识到，原来最恐怖的不是水慢慢高涨的那种无力感，而是车厢里的空气越来越少，好多人都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。突然，耳边传来一阵呼喊声：“快砸窗！”话音刚落，周围纷纷出声：“不能砸呀！你一砸，窗外的水灌进来，情况会更糟的。”可是不砸的话，大家都活不下来。说着，扑通一声，有人就潜入了水下，似乎想把椅子下的灭火器拿上来。可是他前前后后往水底试了几次，都没能成功。着急之下，只看到他拿着一把雨伞疯狂地砸着窗户。可雨伞又怎么能把窗户砸坏呢？眼见着他体力不支，脸冲着车顶，只露出嘴巴和鼻子呼气。旁边的一个高个子大哥一直用手帮他顶住头，不让他头沉到水里面。这时候其实大家已经很绝望了，车厢里此起彼伏的都是那种大口大口的喘气声，很多人都已经因为缺氧迷迷糊糊了，就靠着最后一点求生的信念在撑着。这时候我听到有人在打电话，好像在跟家里人交代自己的银行卡号，这在我听来就像是遗言。受到他的感染，越来越多的人拿起手机，于是我心想是不是应该也打个电话，可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打给谁。我捏紧手机，感觉眼前浮现了很多往事，此刻有太多的话都说不出口。最终我给妈妈发去了一条信息：妈妈，我好像快不行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只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仿佛承载了我所有的情绪。眼看着信息发出去的那一刻，我如释重负，在心里松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不再去看手机，努力地调整着呼吸的节奏。可是头晕恶心的感觉还是逐步侵袭着我的神经。手机的铃声让我清醒了片刻，是妈妈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了妈妈哽咽的声音：“小爱，闺女，消防队已经在想办法了，你要坚持住，你要坚持住。”可现在的我已经很虚弱了，几乎无法呼吸。一阵砸窗户的声音响起，车厢外面突然出现了一束光亮，是救援队，救援队来了！只见外面的救援人员击打着车窗，一声声的充满希望。玻璃裂出了一个窟窿，氧气涌了进来。有人把缺氧的人先拖到窗口，让他们能吸上空气。接着，越来越多的车窗被攻破，外面的空气涌入车内。我感受到自己的意识正在逐渐回归，生命的气息正在重新燃起，水位慢慢下降。车厢里仿佛有一股暖流在传递，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相互鼓励：“大家都别慌，把晕倒的人先转移。”有人开始主动帮忙疏散，注意搀扶好老人和孕妇。随着人群中的一声声建议，大家很自觉地让开一条道，救援人员搀扶着老人逐步离开。接着又有人喊：“接下来让女人先走吧。”此时车厢里的所有的男士都站在了两侧，我自然是跟在了女人的队伍里，可我还是有些头晕，走起路来昏昏沉沉的。而这时旁边不管男生女生都会说一句：“你靠着我就可以。”当我终于从那犹如地狱一般的车厢中逃出来时，我甚至有些恍惚，站在原地驻足了很久。身旁被搀扶着的人们个个脸色苍白，但却面带微笑。但是我也看到有人躺在担架上，我知道那是没能坚持到最后的人。是啊，有那么一瞬，我也距离死亡那么近。起初我总能听到隔壁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，直到我透过墙上的小洞看去。刚毕业的我租了一间公寓，公寓的设施十分陈旧，用木板隔断的墙面隔音效果非常差，但好在价格便宜又离公司比较近，我咬咬牙便住了下来。由于大家上班的时间都差不多，
邻居之间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可奇怪的是，我从没见过我左边的租户，但晚上我却总能听到隔壁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，这哭声很瘆人，穿透墙面传入我的耳朵。好在我从小胆子就大，倒也没有害怕，只是有些无奈，毕竟总会吵得我休息不好。隔天一早，等电梯时刚好碰到右边的邻居，我便问起隔壁住的什么人，他突然神色慌张起来，眉头紧皱。你问这干嘛？随后我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。我也不清楚。说完，他便阴沉着脸走了。莫名其妙，这是怎么了？看到他的反应，我不免觉得疑惑，他好像知道什么。这种疑惑也一直持续到下班回家。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，又响起了那个断断续续的哭声。我几日的愤懑也终于爆发了，用手哐哐敲着隔壁的墙。喂，你安静点吧，你不睡觉，别人还要睡觉呢。但隔壁邻居似乎没有听到，仍然发出断断续续的哭声。发泄一通后，我也逐渐冷静了下来，分析着是不是隔壁住户遇到了什么难事，才会每晚哭个不停。突然，我发现墙壁上有个小洞，这个食指大小的小洞似乎是被白蚁啃出来的。一想到隔壁那个从没见过的神秘邻居，我就按耐不住好奇，于是我悄悄凑上这个小洞，往里看去，只见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的女孩正背对着我轻轻啜泣着。我碎碎念道：哭得这么伤心，这是被情所伤了。不久，那哭声逐渐消失了。出于好奇，我再次把眼睛凑了过去，然而瞬间让我冷汗直冒。我惊恐地盯着眼前的景象，无法自已。一双脚赫然出现，轻微的晃动下还伴随着可怕的呜咽声。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冒了出来，我吓得立马后退了2步，浑身被汗浸湿。我赶忙拿起了手机报了警，又颤抖着给房东打去了电话。喂，房东，隔壁404好像有人自杀了。房东应该是被我电话吵醒的，但也被我的话吓得不轻，带着刚睡醒的腔调说道：你睡懵了吧？404早就没人住了。什么？听到这，我身体不自主地颤抖起来，贴紧墙壁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小洞，生怕下一刻会有东西突然钻出来，一咬牙就夺门而逃。不久，警察和房东就赶了过来。当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我吓得尖叫一声，因为隔壁的房间确实没有人，厚厚的灰尘根本不像我刚刚看见的场景一样。房东再次强调，一定是我睡懵了，看错了。次日一早，我赶忙找了新房子搬了家，而之后我再也没听到过这种声音。事情慢慢淡了，直到有一天，一则微信消息再次勾起了我这段回忆，是当时住在我右边的邻居，他告诉我他也搬出来了。你那隔壁房间，我听说之前有个女孩子上吊自杀了，从那之后再也没人住过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久久回不过神，